欢迎收听华瑞投银观点。从9兆人民币暴增至64兆人民币，当全球资金正在悄悄转移，人民币在跨境结算中的比例已经在短短几年内从 13% 一路狂飙到 30%。在这一波席卷全球的资金重组浪潮中，有关外资狂买人民币资产以及香港即将跃升为全球最大避风港的真实动向，无疑已经成为当前全球金融市场最受瞩目的核心焦点。有人说，这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已经按下了快信键，大宗商品的结算与计价迎来了历史性的变局。但也有人持怀疑态度，认为这只是贸易结算的短期现象，根本无法动摇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这究竟是一场全球资本在迷雾中寻找安全港的史诗级资金重组，还是硬实力崛起背后的必然趋势？今天我们为大家拆解高盛证券发布的最新内部核心研究报告。这份报告底层透视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最新进展与核心交易数据。高盛研究团队在报告中指出，人民币的国际使用情况近年来已经取得了极其显著的进步，但相较于中国庞大的全球经济与贸易足迹，其未来的增长空间依然极其广阔。在政策制定者对人民币国际化给予高度重视的背景下，跨境人民币的使用结构正在经历一场历史性的转型，它正在变得越来越由投资需求驱动，而不再单纯依赖传统的进出口贸易结算。高盛报告明确显示，债券投资已成为跨境人民币流动中最核心的单一应用场景，这吸引了大量跨国资金默默向特定离岸市场，特别是香港市场进行集结。现在我们就来逐一拆解高盛研究团队在报告中披露的关键数据与底层逻辑。首先，高盛指出，人民币在全球多个维度的国际使用份额中虽然呈现稳步上升，但相较于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依然处于蓄势待发的早期阶段。具体数据显示，在他们调查的样本国家中，进口商品的人民币计价与开票比例自2020年以来虽然翻了1倍，但在2033年依然仅占 1.5% 左右。同时，在过去2年里，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的份额大约维持在 3% 至 4% 之间。截至2025年，人民币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占比大约为 2%， 而在以货币计价的国际债务证券中，占比则仅有 0.9%。 这3组看似微小的数据，正是市面上许多质疑者用来唱衰人民币国际化的论据。然而，高盛在报告中给出了一组最具突破性的事实，彻底打破了这种悲观论调。高盛明确指出，在与中国直接相关的贸易结算中，人民币的普及速度极其惊人。人民币在中国商品贸易结算中的占比已经从2019年的 13% 一路大幅攀升到了2025年的 30%。 这种翻倍式的增长意味着中国在与全球贸易伙伴进行实体交易时，已经有近1/3的份额彻底摆脱了对第三方货币的依赖。更为关键的是，这场国际化浪潮的背后正上演着一场从贸易驱动向投资驱动的本质转变。高盛在报告中揭示了极具震撼性的跨境交易总量变化。跨境人民币交易总额已经从2017年的仅计9兆人民币急剧暴增到了2024年的64兆人民币，实现了超过6倍的指数级增长。在这高达64兆人民币的跨境交易中，资本账户与金融账户交易现在已经占到了整体交易总额的 75% 左右。高盛指出，债券投资成为了跨境人民币支付中最庞大的单一应用场景，在2024年的数据中占比高达 46%。 相比档案中我们通常问为最主要的人民币应用场景商品贸易结算，在整体的占比其实仅有 19%。 这项结构性的数据对比直接说明了全球投资者购买人民币资产的热情已经远远超越了单纯的贸易往来需要。这也是为什么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清算中心，在这一波资金国际化的新浪潮中，其地位正在发生结构性跃升的原因。那么，香港在这一波大变局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高盛在报告中披露，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的枢纽，承载了全球绝大部分的人民币跨境支付与清算。随着跨国资金在金融账户下的频繁流动，香港的人民币衍生性商品市场交易量在近期录得了极为显著的飙升，特别是人民币利率掉期、期权等避险工具在离岸市场的活跃度大幅增加。与此同时，大宗商品计价领域也迎来了崭新的局势。高盛报告中提及，
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宗商品进口开始采用人民币结算，特别是在能源、金属等基础原材料领域，人民币的计价功能正在逐步向外延伸。这种衍生性商品交易的暴增与大宗商品计价体系的重塑，不仅进一步丰富了香港金融市场的资产类别，更让香港在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不确定性升级的背景下，成为了跨国资金无可替代的最大避风港。分析完这些令人振奋的持仓数据之后，我们必须深入思考这些资金变动会如何影响未来的市场走向。对于这一点，华瑞认为，人民币跨境结算比例从 13% 到 30% 的跃升，绝非简单的贸易数字变化，而是全球金融体系去中心化进程中的里程碑事件。随着跨境人民币交易总额暴增至64兆人民币，并且有高达 75% 的份额由资本与金融账户驱动，这表明人民币已经成功跨越了仅作为贸易结算工具的初级阶段，正在加速迈入全球投资与储备资产装备阶段。这种由投资需求拉动的国际化，其稳定性与持久性将远高于单纯的政策推动。高盛认为，债券投资占比高达 46% 的事实，将会为中国的国债与政策性金融债提供源源不断的离岸资金支撑。随着香港人民币衍生性商品交易量的进一步扩大，外资在配置人民币资产时的避险成本将会显著降低，这将会形成一个资金流入、工具丰富、成本降低、更多资金流入的正向循环，进一步稳固香港作为全球资金最大避风港的独特优势。而在大宗商品计价方面，华瑞认为，人民币计价渗透率的上升将会显著降低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大宗商品进口国的汇率风险，并逐步削弱美元在传统大宗商品市场的绝对垄断地位。这种新局势的确立将在未来几年重塑全球供应链的资金结算版图。当然，在我们乐观看待人民币资产获得疯狂抢购的同时，专业的研究报告也提醒我们必须防范潜在的不确定性与挑战。高盛在报告中披露，香港在报告中披露，在大宗抢部机动出片率从 10% 到 30% 的跃升，绝非简单的贸易数字变化。第一，尽管人民币在与中国相关的贸易结算中占比高达 30%， 但在非中国关联的第三方贸易结算中，人民币的使用率依然极低。高盛指出，人民币在进口商品计价中 1.5% 的样本占比，以及全球支付中 3% 至 4% 的份额，说明人民币在摆脱中国关联后的自主国际流通性依然面临极大的挑战。第二，资本账户的完全开放与资本管制的平衡依然是政策实施层面的两难选择。高盛报告中提到，全球投资者对于离岸人民币资产的流动性、司法管辖区的法规透明度以及极端市场环境下的资金进出便利性依然存在一定的顾虑。如果缺乏更深度的离岸金融市场与更灵活的汇率机制，人民币在国际官方储备中 2% 的占比在短期内将很难实现爆发式的突破。华瑞认为，高盛这份重磅报告用冷静而理性的数据为我们勾勒出了人民币国际化最真实的路线图。这是一场结算先行、投资跟进、储备在后的长周期宏观博弈。华瑞认为，虽然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与债务证券中的总体占比在短期内无法超越美元，但其在中国相关贸易与投资领域高达 30% 与 46% 的局部优势，已经足够在全球不确定性大增的时代，将香港浇筑成最为坚固的资金避风港。外资并非盲目抢购人民币资产，而是在资产多元化配置的框架下，对人民币资产所展现出的独特防御性给予了实质性的认可。对于投资者而言，我们此时的核心策略不应是盲目跟风，而应是密切监控香港离岸人民币存款规模的波动、大宗商品人民币结算的实际落地进度，以及人民币债券相较于全球主要主权债券的利差变化。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或应随时与我们联络。